聽我講，窮忌廉，富忌腰，有錢難買忌膊頭。吓，咩意思啊？面冇好字嘅啦，塊面有胎記就話冇喎，窮啊！你有冇胎記或者係痣嘅呢？有嘅話就聽聽呢句俗語：窮忌廉，富忌腰，有錢難買忌胳膊。嗱，呢個胳膊指嘅係膊頭至到手踭上肢嘅位置。咁點解會咁講呢？到底又準唔準呢？嗱，先講下窮忌廉咯。咁呢度嘅忌指嘅係胎記，又或者係痣。窮忌廉嘅意思即係話生喺塊面嗰度嘅胎記痣就話唔好咁話。喺民間有個講法叫做面無好痣，喺上學入邊亦都有個講法叫做良痣冇好痣，藏痣冇壞痣。咁乜嘢叫做良痣呢？嗱，良痣指嘅係比較明顯嘅痣，一眼就睇到。譬如話生喺印堂有痣就代表富貴，咁眼角有痣就代表累痣，鼻哥有痣就代表身體有問題或者係招小人咁話。咁嘴角有痣就被認為係有口福，下巴有痣就代表財富，不過都係不動產嘅比較多。嗱，反正生喺塊面嘅痣多數都被認為係唔好嘅痣，咁所以有面無好痣嘅講法啦。藏痣指嘅就係隱藏起身見唔到嘅，着衫可以遮得住，咁相對嚟講就比良痣比較好咁話。嗱，當然呢個講法並唔科學噶吓，痣又好，胎記好，只不過係因為身體入邊嘅黑色素堆積形成嘅啫。咁胎記比痣係會大塊啲，痣顏色就比較深啲。之所以會咁講，都係因為古時候嘅科技水平落後，面上有胎記又好，痣又好，都被認為係災難，又或者係啲病變嘅象徵。所以古人通常認為面無善痣方為貴，認為面部冇痣就為之一個好嘅面相，有嘅話就唔係咁好啦。又唔一定話會貧窮嘅，反正就話唔好。咁其實主要都係對容貌有影響，因為如果面上有一塊好大嘅胎記嘅話，對日後面向社會又或者係工作啊生活上面多多少少有啲阻滯有影響嘅。例如話《水滸傳》入邊嘅楊志，雖然佢有一身嘅好武功，但係因為面上面有一塊好大嘅青色胎記，所以俾人叫做青面獸。咁其實楊志一生都幾坎坷嘅吓，頭頭碰着黑，咁結果迫於生計嘅問題，仲將自己祖傳嘅寶刀賣咗嚟填飽個肚。仲有鍾無艷，傳說中佢亦都有一塊暗紅色嘅胎記，咁個樣生得係好特別噶，所以得唔到齊宣王嘅歡心。咁齊宣王之所以娶佢，都係因為睇中佢嘅能力。正所謂有事就鍾無艷，冇事就夏迎春啊嘛，係咪？咁所以古人認為面上面有胎記啊，或者係痣嘅話，多多少少喺生活上、喺事業上都會受到一啲影響嘅，都會有一啲偏見。呢一個就係窮忌廉嘅原因啦。咁富忌腰又點解呢？條腰有胎記，有個凸字就好喎，富貴喎。咁再嚟講下富忌腰咯。但係點解生喺塊面嘅胎記個痣就會窮，生喺條腰嗰度就會富呢？因為富比石崇。古時候嘅人好慣用呢幾個字嚟形容一個人好富貴嘅。咁石崇係邊位呢？係西晉時期嘅一個首富。咁當時候佢嘅財富可以話係富可敵國，非常有錢，揮金如土。不過佢嘅錢都係唔乾淨嘅錢，係專門靠搶劫富商發達嘅。傳聞話佢嘅背脊後面右肩胛骨下面有一粒好大嘅痣，咁當時候嘅人將佢身上嗰粒痣叫做石崇巨富痣。咁呢個位置又靠近腰噶嘛，咁所以古人就認為啦，原來條腰附近有痣啊，有胎記都係好嘅，係代表富貴，腰纏萬貫啊嘛，咁慢慢就有咗富忌腰嘅講法啦。但係富忌腰有冇科學根據呢？咁條腰嗰粒痣嗰塊胎記可唔可以令你富貴？我真係唔知。不過喺《禮記》入邊有個說話：福潤屋，德潤心，心廣體胖。咁富忌腰嘅人通常條腰係比較圓潤嘅，背部比較厚實，俾人一種好可靠、好穩重嘅感覺，亦都代表咗內心嘅氣場同埋能量。所以老人經常話心寬體胖，但係亦都唔係話佢肥就一定富貴，而係話佢本身就有能力、有本事。咁一個人嘅心境開朗，冇乜憂慮，開心咗個心就自然舒坦啲，胃口都自然好啲嘅啦，係咪？咁有錢難買忌胳膊又點解呢？有錢難買個膊頭有凸字嘅咧就好喎。
咁至於有錢難買隔膊痣，即係話如果喺個膊頭到手踭呢個位置有痣有胎記嘅話，就再好不過，有錢都難買到咁話喎。唔單止財運好，能力仲好強啊！例如話手臂有痣就叫做進財痣，咁再落啲嘅就叫做藏珠痣，代表嘅係事事順利、子孫有福咁話喎。咁喺歷史上記載隔膊有痣又或者係有胎記嘅人又唔係好多，例如話唐朝嘅開國皇帝李淵，佢個膊頭嗰度就有一塊紫色嘅胎記啦。咁根據《太平御覽》裏面有記載，高祖生於長安，腋下紫痣如龍，代表咗李淵日後非常有成就咁話喎。但係我覺得呢個講法一啲都唔科學，畢竟先有能人後有故事啊嘛，係咪？所以話一個人身上嘅胎記痣又點可能同命運啊前途有關呢？一個人嘅命運好定壞又點可以由嗰粒痣又或者嗰塊胎記決定咧？係咪？呢啲其實都係失敗者嘅借口啫。成功係要靠一個人自身嘅努力，一步一個腳印去努力改變噶嘛。畢竟我命由我不由天，你話啱唔啱呢？好啦，到最後問下大家，你身上有冇痣有冇胎記呢？你嘅印記代表嘅係又係乜嘢呢？留言分享下，我哋下一期再見。